文创产品用的纸浆啊，肯定是就近采购嘛，这样成本啊肯定最低。你看啊，这个报表上反映的很清楚，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，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，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。宣家不就是搞转型没搞成功？不，你先等会儿，用得着30多家吗？人家大厂嫌利润低，不愿意做。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，但产能都很小。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，天天给他们发救济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咱们是就地取材，这纸浆一从外地来，那成本肯定更高啊。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，会手工纸都不做了，转型做纸浆吗？他们如果赚着钱了，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，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？按你的意思说，不用纸浆捏宣宝了，用泥巴捏吗？靳总，我们这正好在探讨，没想到。探讨这个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让我抓紧时间呢，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，所以我呢一着急，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，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。没来得及跟我汇报，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？哎呦，怪我，这件事情我欠周到。辛总、张总，你们聊，我先工作啊。我张副总，哎，咱都是自己人，不妨坦诚一点。是。董事长打听纸浆用量数据是想干什么？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义江下游，收购了一个纸浆厂，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已经收购了？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。哎，谁叫我？张副总，哎，小心偷着养鹰被捉了眼。这怎么会呢？您慢走啊。董事长，我给您算一笔账啊，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，桃花镇上面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，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？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、管理成本加在一起，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，这笔账是不划算的。辛总啊，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，你怎么还在问呢？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，就是上市。我买这家纸浆厂啊，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，数据当然要漂亮了，否则我不是买了一个垃圾资产吗？好，董事长，那我们推高了成本，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？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，我的辛总啊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？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。董事长，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，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？我再说一遍，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。辛总啊，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？你要时时处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。啊，我们桃花镇分公司，税收在桃花镇，用工也在桃花镇，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？对不对？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知道就好。辛总，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。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，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。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纸浆合作，和新的纸浆厂对接生产要求，绝不能耽误生产。董事长，我欣姐，轩辕他们前几天还在跟我做工作，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。好，
现在好了，芷江都不让走，我怎么面对他们？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，这是集团的决定，和你也没关系。雨晴，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，你看到过。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，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1年的生计。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，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。欣姐，说句不该说的，您还是先过好您自己吧。我知道了。我还有个建议，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，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。真的没必要，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。你去忙吧。你也早点休息。他们大雅斋啊，哪把我们当人看呢？啊，管我们死活吗？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，本金全砸进去了。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？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，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这转回深圳集团去审，是吧？这很麻烦。麻烦了。这老百姓都好说话，什么都是理解，可是他们不理解我们呐。就是这样。二位消消气儿吧，我不也一样吗？这1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2吨浆，这我们2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呐，好不容易凑齐，等他来拉，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。你说这不坑人吗？就是。我想，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？这理解倒是理解，可是这也太突然。你理解什么理解啊？我们人工费就贴进去多少钱？原材料5、6万呀，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。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，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？就是你说，坑你们！我不想上学了，我回来帮你们。英子，说什么混账话呢？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！你就好好上学，咋？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？英子，大人的事你不用管，听见没？你就好好上学，啊。林主任啊，我们这厂子太小了，这万年红的设备吧，这我们也上不起。你上次拉回来呢，壁纸订单我们倒是做了一点，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，这价格一打下来，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呐。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，结果你看，哎，这以后日子难呐。哎，这一步啊，看来是我走错了。我们家虽然比不上轩家，但那也是祖宗传承，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。哎，熬了那么多年，还是没熬住啊！本来就是想挣点钱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哎，谁说不是啊？大家先别气，这样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帮大家想办法，好吧？李主任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太好了，感谢，辛苦。太感谢了。这个希望了，就是，就没有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。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，连纸浆业务也不给，我倒无所谓，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？我厂里的员工就差打麻将了。大雅斋是私营公司，他们不愿意给，你们能怎么办呢？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？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，哪有这么干的呀？哎，各位看到没？这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啊！这哪有这么干的啊？您是宣纸协会会长，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老大哥，您得想着给大家挣口饭吃啊，是吧？对呀，要不然我们就上火呀！诸位，大家别着急嘛，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。别，彭书记出面都没用，你也别想办法，人家压根儿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。哎，老人，你怎么说话呢啊？有事咱说事，别搞人身攻击，别什么事儿都往民哥身上扯。你少在这掺和，听见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表个态，我仁济业
虽然混得不怎么样，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。走，去。老人，去。你什么意思你啊？什么意思？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就这意思。你，老肖，什么人？我这帮亲近老表的小厂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不让做纸浆，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，断了人家的活路。政府也好，协会也罢，需不需要做点什么？你自己掂量着办，啊！好好琢磨琢磨啊！走了，一点办法也不给我们想。走啊！还当什么镇神？行了，少说几句啊！一点办法没有，什么赶紧走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一个个什么人吧？这都。肖会长，我觉得他俩就是想上位拉拢人心呢。不过你也别着急，这其中有几家是我亲戚，我能去给说说。这其他的忙，我也就帮不上了。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啊！明哥，昨天晚上任继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，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，合在一起玩他们。闭嘴吧！什么事让你掺和，准坏。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，我真的很想帮他们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。他们一家是好人，都很善良。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，他虽然人穷，但志不穷。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。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。哎，你跟你们领导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？庞书记很着急，给郑国辉打电话，人家根本就不接。这郑国辉呀，还是个大集团董事长，心胸可真小。哎，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，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，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。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，约好了。薛岩，纸浆的成本对郑国辉来说算不了什么，没必要计较。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吧。我跟郑国辉没什么为难的，我是在考虑欣然。搞不好他会受夹板气的。我还说让他到我的厂子来当总经理，结果他瞧不上。他要是到我这儿来我这个董事长还得听他的。欣然跟我合作这么久，处处都在为我想着，为我考虑，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。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等我先跟他碰一碰，看看他怎么想吧。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了吗？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，我穿的就是这一身，你烧的这些菜，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。你的意思是想说，从哪儿开始，从哪儿结束？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来，尝尝，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，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。不接受批评啊，也不接受指教，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，就这样了。说好吃呢，算是奉承；说难吃也不违心。只可惜，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。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。宣言，在我看来，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。还是你了解我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知道你也很为难，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，产品的专利是我的，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，
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。宣言，我们签的是绑定式合作，是各有分工的。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，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业务上面的所有事宜。是，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确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。那法律上应该也是支持的嘛。不能是我跟你谈感情，你跟我谈法律吧？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？宣言，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。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，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100-200页的合同让你签。如果你真的坚持拿条款说事儿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我欣然在公司，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？所以我们在商量嘛，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，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，就赚这点辛苦钱，那对大雅斋来说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，是吧？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，那就是生计来源。当初是大雅斋提出来让他们转型，开始做纸浆，现在甩甩手，不管不顾。哎，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？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和大雅斋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对于这个决定，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，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。但是我必须得接受，这就是现实。宣言，我说实话，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，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，所以，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。但是宣言，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，我只能听命于集团，只能听命于董事长。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？那你弯得下腰吗？只要你弯得下腰，我就约你们见面。明白了，当我没说过。来，你看看水够不够，罗主任啊？你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？对，横幅挂上。彭书记，哟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点时间，向您汇报点工作。辛苦。来，坐，快，拿点水。您坐。辛苦你了。哎呀，说辛苦了，谢谢啊。向您汇报一下，昨天呢，我去了一下那些纸厂。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，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，听听他们的想法，然后商量一下这解决方案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有几个厂子的工人，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，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不过弯来，所以也没个协商的结果。我建议啊，彭书记，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。依然，这个事情你怎么看？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，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，都能拧成一股绳，共同发展。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，最终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，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。看大雅斋，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，那首先要考虑是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对吧？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。所以我担心，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纸厂的面子的。在商言商，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，找到他们的契合点。彭书记，
前一段辛总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，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，想问咱们一下，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辟一块地方给他们？我查了一下，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，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，两边都合适。这没问题啊。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一块的副镇长，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尽量办。那太好了。是。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，这样的话，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。哎呦，那这事要谈成了，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。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，谢。我们是应该做的，对吧？来，坐。好。肖会长，来。只是，依然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，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，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。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。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、监督，不能包打天下。明白。回头啊，跟辛总联系一下。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。是。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，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，成功的几率会很高。是。行。喂。啊，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？行，那我们见面聊。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，轩辕约我见面谈。欣姐，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是要把你逼死吗？我多说两句，您别怪我多嘴啊。没事，你说。您知道，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，这一旦引爆了，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。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？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，那轩辕又和林依然、肖明他们纠结在一起啊，跟大雅斋唱反调的。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，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？董事长的忍耐可不光是对轩辕，还包括您啊。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，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，这会拖死您的。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，我不希望轩辕跟大雅斋闹翻。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，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。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，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是我先对不住他的。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，必须让他们死心，这否则到最后合作、朋友就都没了。欣姐，你看一下，我呢主要是从这3点考虑的。第一就是资办厂生产纸浆，这成本无论怎么算，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。肖会长，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，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%左右，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。第二呢，就是彭书记同意呢，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辟一块地方，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。以发展的角度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第3点，那就是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，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，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才，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，无论是营销、推广、销售多个方面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，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，是吧？我怎么有一种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？我无门无派啊，我跟你一派。不是，欣姐，抛开各自的身份，我们都还是朋友，不是吗？
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，我们不想让你为难，我们什么都没有想，就是想帮你。哎，欣然，如果你还信任我们，咱们还是自己人，你就把你难处说出来，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。万一猜错了，再给你帮个倒忙，那不更不好？是啊，欣姐，有什么困难你就说，我们一起解决。好，我们是朋友，那我就直截了当。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有任何行动。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。如果给你们2位添麻烦了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。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只能表达最真诚的抱歉，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，就这样吧。辛总，哎，辛总，不是，欣姐，真理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？不需要你出面呀。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，不需要再重复。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，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不理解，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？为什么宣言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？同时，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？为什么呀？林依然，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，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。辛总，辛总。不是我不理解，学姐，我去劝你。辛总，依然，好了啊。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。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，我不觉得这样会伤扰到欣姐啊。不是他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？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，明明我们能帮，但是又不帮，为什么呢？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我也很矛盾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，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咱们给彼此一点空间，对吧？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你说话。我就是说，给自己点时间。你帮。要不说还得是明哥你呢，陪我吃个泡面啊。饿死我了！这一下午我连哄带骗的，那欣然都不行。就是白天这俩人这个态势啊，欣然要不走，根本没法收场。那老话讲得好，3个女人1台戏，现在这2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。哎，欣然，情绪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你猜？我猜。就他那脾气，受这么大委屈，很硬气。不过说实话啊，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据理力争的态度，包括他的商业头脑，我还是很认可的。林依然啊，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，我呢就劝他缓一缓，先冷静冷静，别太急了。他和郑国辉谈什么呀？帮你守住和大雅斋合作的底线啊。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？轩远，你和大雅斋签的可是非独家合作，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？我们成立合作社，就做你的文创产品，做线下市场，不挺好吗？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？有钱挣谁不想呢？再说就我不惦记，那有的是人惦记啊。谁啊？做宣纸那些老板啊，我们协会那些，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呀。哎，他们都想来。我说别，我说我先跟轩辕商量商量。虽然说啊，我的确是跟大雅斋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，但是在欣然的认知上，我们俩是绑定的。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，那就是等于说把欣然给晾到一边去了。那是欣然的认知，他总不能把你拴在大雅斋死死不放吧？啊？
非独家合同啊，轩爷。他们做线上，我们做线下，怎么不可以呢？那这是你的认知，欣然可不这么想。你不管说是为了欣然还是为了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，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。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，那是有知遇之恩的，就算是我让点利益，也是可以的。知遇之恩到涌泉相报，你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？嗯。行，那我尊重你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廖主任还说呢，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这纸龙舟。他说，做纸的划纸龙舟般配。哎，我们这你这都般配吗？那可太配了，配呀。志在人在。话说的，哎，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？你别到时候我们坐上去，哇，这毕竟是纸做的呀，你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，那多丢人！不懂你就别瞎问，你就听好安排吧啊！我这是科学，是材料学，赶紧吃吧，吃完之后还干活呢。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2个系列的预订量呢，增长了230%。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，还是销售渠道，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。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。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，叫“胜不骄，败不馁”。不错，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呀，做的还很不够啊。我建议大家呀，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，下功夫再下功夫，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呀，要勇于破圈啊，要有一个雄心，敢于打造全民手办。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， 这就叫雄心壮志。这个董事长的话啊，这个醍醐灌顶，真的是高瞻远瞩，这格局唰就上去了。董事长，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。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，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。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、高附加值服务，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。这样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，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。小轩老师，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实体店打得体无完肤、溃不成军了，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？不，董事长。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，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，更精准的触达。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，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。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，那租金得多贵啊？成本是不是太高了？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，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，首期就要在1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，模式一旦成功，就要迅速在其他的1、2线城市进行复制。年轻人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做什么事情呢，心里得有成本。现在线上销售，成本又低，卖得又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？你这么做不是脑袋有病吗？哎，张副总，我们是讨论工作，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。不要再争了。10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，不可能再走回头路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，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。由我们来进行投资，发展线下市场，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。你都听见了吧？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翅膀硬了，打算自己单干了。张副总，你这嘴是真碎呀，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？各位，
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。如果大雅斋愿意进行线下的投资，那么一切还是照旧，以大雅斋为主。如果不愿意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%的干股给到大雅斋。我相信，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，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，实现共赢。小轩老师，到底是年轻，我不妨把话跟你说的再直白一点。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。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，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。小轩老师，哎，你呀，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你不是生意人。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？盈利。你要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明白吗？董事长的意思是？不管是谁，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。为什么？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董事长，我觉得你没有权利不同意。宣言，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，我们可以。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，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，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。轩宝是我的作品，就是我的孩子，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就祝你成功吧。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哎，雪爷，董事长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会。董事长，散会。您在。都还愣着干什么？散了。仙姐，轩言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，他是不是疯了呀？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轩言要完了，咱们也要完。轩，你等等。轩言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，才没提前告诉你啊。你听我的，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，你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去说服董事长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？啊，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。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？如果你在这儿工作得很辛苦，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。轩言，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。谢谢啊，祝福我吧。董事长，我会好好劝劝辛总，我相信轩言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。你们和先言签的那份合同啊，丧权辱国呀！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，但是辛总这个人重情义，
公司利益这一块，他考虑的不太够。雨晴，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人呐。董事长，大雅斋就是我的家。你有我的电话，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，马上和我联系。我会的。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，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，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。啊？那条啥船啊？这样吧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？哎，还说嘛？大雅斋还用赚钱吗？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，印的是钞票，是 money。对呀，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？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，就满足了。是，大雅斋是赚钱的，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。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？是线下销售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戏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，只此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戏。纸上阡陌写断情，方寸之间有真情。愿以世间多风景。